11，是他先招惹我的。涛涛，你说叶家人会喜欢我，会让我留在叶家吗？叶家人一定会喜欢你的。你从小学習天赋惊人，只是啊，你要是想第一次回家不被赶出来，一定要记住少说话，做个哑巴。老头儿，你放心，我一定不说话。10年前伤害我们那群孩子的惡魔就在豫州，为了找到他，我一定会留在叶家。11，记住，千万别说话。这就是我的家人？你就是叶空，这不会是搞错人了吧？记得给他换件衣服，再去参加晚宴，别让他丢了我们叶家人的脸。我上楼去休息会儿。小空，我是妈妈。妈，我有点喘不上气儿。猪猪，是不是站得太久了，贫血了？走，妈妈带你去吃药啊。来。怎么感觉我更像假千金？看起来他们并不欢迎我。叶空是吧？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接你回来吗？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你，多想你，而是因为跟温家的联姻不得不用到你，因为我宁死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瘸子，而他们心疼我，不愿意勉强我，所以就不得不把你接回来。原来叶家人带我回来是想让我替嫁，听见了吗？叶家所有的东西，包括一粒沙子，你都休想擁有。怎么不说话？原来是个哑巴呀！叶空是个哑巴，那我岂不是还得嫁给温灿那个残废？叶空，你给我听着，一会儿宴会上你不要做任何反应，对外我会说你是内向社恐，不敢说话，听见了吗？那个坐轮椅的就是你将来要嫁的男人，一个残废。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是赚大发了。毕竟啊，要不是他残了，他就是整个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这个轮椅上的男人就是我要替嫁的对象，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小空，快来。小空啊，叫温奶奶。这是温灿，你可以叫哥哥。这就是你在外面养了20年的女儿，我怎么不知道？小空从小身体就弱，大师说啊，不能养在家里，所以呢，就特意送到南方去寄养了。这不，一成年啊，就趕緊接回來了。温姨啊，您看和老爺長得是不是一模一樣啊？的確是，倒比寶珠漂亮多了。啊，温姨，您快別說了，寶珠可是您看着長大的，這每年的生日禮物啊，可從來沒缺過她的。那是因為我以為她會是我的寶貝孫媳婦，沒想到我對她好了20年。我們阿燦一出事兒，她就不想嫁了。你怎麼說話的？什麼叫我們寶珠不嫁了？當初是我們兩家的那個死老頭子做的決定。
非要說要定我們家出生第3的孙女儿，要怪就怪他们去。哼，话归这么说，但是这丫头在外面已经待了20几年，你们了解她的脾性吗？小寇，一直盯着人家干什么？姐，我错了，我不该抢你钱包，你放我走吧。谁是你姐？是他？他昨天不还能走路吗？怎么，这人一点都不说话？不会是哑巴吧？不是，姐姐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罢了，就是不爱说话。奶奶，我想跟叶三小姐单独聊。好，去吧，难得你开口啊。小寇，快去吧。从花河县孤兒院院長收養的孩子，摇身一變成為豫州市葉家的千金。夜空小姐，你可以告訴我，你們葉家在玩什麼把戲？從四肢健全、跑步遛狗的鄰居哥哥，到雙腿殘疾的豪門大少爺，你也只用了1夜的時間。相信我，溫先生，我的驚訝不比你少。除非你告訴我，昨天我在花河看到的那個遛狗的人，是你的雙胞胎兄弟。哼，看來我們彼此都有需要隱藏的秘密。我沒有，有秘密的是葉家人，不是我。難道你不是葉家人？還在考察他們配不配當我的家人？是你在考察他們，還是他們在考察你？我為何要留在葉家不關你的事，但是我們可以談一個合作，我幫你保守有關腿的秘密，你幫我留在葉家，如何？你能怎麼幫我？很簡單，履行我們的婚約。可是我不想娶你。很巧，我也不想嫁你，所以我們只需要做一對彼此配合、貌合神離的未婚夫妻便好。期限1年。成交。合作愉快。查一下，花河縣孤兒院孫院長收養了一個孤兒，名字叫做葉空。寶珠，這就是你那養在鄉下的三姐啊，跟你們葉家的格調也差太多了吧？別這樣說，姐姐只是剛回來不久，還不習慣罷了。你們誰要是欺負她呀，我就跟你們沒完。我們是那種人嗎？雖然溫燦殘廢了，但我真沒想到她要跟這麼個人訂婚。葉三小姐，我們在跟你說話呢，你連頭都不回一下，太沒教養了吧？葉空是吧？我是你表哥，我剛聽你媽媽說，你回來之後至今沒有說過話，你該不會是個啞巴吧？真的假的？啊，是啞巴呀？怎麼會這樣？葉寶珠，你也沒說你姐姐是個啞巴呀？是嗎？膽子小到至今連一句話都沒說過，那豈不是連葉老太太和葉夫人都沒叫過？連媽媽都沒叫過，也太離譜了吧？還不如不要接回來。別說了，葉空是我的親姐姐，是我爸媽的親女兒，跟我在葉家的地位是同樣的。你們誰要是取笑她，就是取笑葉家。好好好，我們不說了行吧？哼，看見了嗎？這裡是我的地盤。哼，姐姐，你要是再不說話的話，大家會很擔心你的。如果你是害怕的話，可以跟我們先練習一下。我叫葉寶珠，是你的妹妹，媽媽和奶奶都喜歡叫我珠珠，你也可以叫我珠珠。
猪，他不是会说话吗？他不是哑巴。就是他，原来他就不是哑巴。什么哑巴呀？居然会说话！猪，夜空竟然会说话，那之前招个哑巴干什么？猪，你见过你亲妈吗？我见过，她跑来向我下跪，让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在胡说什么？因为她得了艾滋，需要医疗费。如果你離開葉家，她就沒錢治病了。豬，你有給過她醫療費嗎？這事兒什麼？他在說什麼呀？你錯了嗎？他竟然得艾滋了！夜空，你是不是瘋了？因為嫉妒就這樣造謠自己的親妹妹，再這麼下去，葉家會把你趕出家門，你信不信？豬，你知道你親爹姓什麼？要我告訴你嗎？閉嘴！再多說一個字，別想讓葉家認你！你敢打我？葉家輪得到你來說認不認我？你算個什麼東西，也敢對我動手？長得這麼醜，我看你也沒有血緣關係吧？要不你也去做個親子鑑定，剛好和你表妹一起。豬，你說呢？怎麼了？你們在鬧什麼啊？林州，你的臉……先不用管我，看看豬吧。你們剛接回來的三表妹，說豬不是你們葉家的孩子。你在胡說八道！小何，我知道你對你妹妹有意見，畢竟你們同為姐妹，生長歷程千差萬別，你心裡有怨氣，這很正常。可是我告訴你，這不是寶珠的錯，寶珠是我們葉家最寶貴的孩子，在她3歲的時候，我這個老太太差點煤氣中毒，怎麼辦？是你妹妹，她又哭又喊的叫來了人，你今天才能見到你這個奶奶。我們葉家對你有虧欠，可是我們做長輩的自會補償你，可是你不能憑着這一點就欺負寶珠。如若養你的人家沒有教你規矩的話，那我今天就教你無妨。沒想到葉家有這樣的往事，難怪老太太對寶珠那麼寵。但這剛來的三小姐剛才說的事也不像是假的呀。奶奶，你養過我一天嗎？就跟我擺長輩的。孤兒院院長老頭被我砸成腦震盪，我才肯叫他一聲爺爺，要不我也砸你一下，我就叫你一聲奶奶，如何？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說話精神有病嗎？你竟敢這樣說！瘋了！怎麼能這麼跟奶奶說話呀？誰奶奶？你奶奶？我跟你又沒有血緣關係，怎麼會有同一個奶奶？少跟我套近。你，奶奶，快叫醫生！老太太暈倒了！媽，奶奶，快叫醫生！老太太暈倒了！夫人。阿燦，你這未婚妻太可怕了，咱們這婚約要不就這麼算了。奶奶，我倒覺得她挺可愛的。阿燦，小文總，您讓查的夜空我查到了，他是孫院長孤兒院裡收養的第11個孩子，小名叫11。11？對，聽說是個小天才，學什麼會什麼，他嘴特別毒，說話不分場合，不在乎得不得罪人。據說8歲大就憑着一張嘴把大人給罵哭過。不愧是他，
不过孙院長特別喜欢他，整个孤兒院他最喜歡也最擔心的孩子就是11了，所以我覺得吧，這孩子肯定還是個特別討人喜歡的孩子。看起來倒不像是討人喜歡，反而是惹全世界討厭。奶奶，這個未婚妻我很喜歡。方思婉，我不管你是給他在豫州買房也好，還是送他去出國學習也好，反正我是在葉家不想看到他。媽，不行。你是要想氣死我嗎？10幾年前是寶珠把我這條老命給救回來了，如今你另一個女兒是想把我這個老太太給送走嗎？媽，您這說的什麼話呀？我會好好和小空聊聊的，您先別生氣呀。聊什麼？有什麼好聊的？反正他是不想認我這個奶奶，也不想認你這個媽。哎，我只說不認你，我可沒說不認我媽。畢竟他可沒有說過只有葉寶珠才是他的親女兒。那現在你要不要說葉寶珠才是你的親女兒？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的確應該承認是我來錯地方了。趕走！你趕緊把他給我趕走！媽，您先別生氣啊，媽。媽，你先好好休息。去客廳。你叫葉空，那我以後是叫你空空呢，還是叫你小空啊？你可以叫我11。哦，這是為什麼？我是孤兒院領養的第11個孩子，大家都叫我11。你現在已經不是孤兒了，就算按照順序，你也是葉家的小三。難聽。那還是叫你空空吧，挺好的，感覺像在叫孫悟空一樣。我看你調皮搗蛋的樣子，應該也不比孫悟空差吧。空空啊，有件事情呢，我必須得告訴你啊。你奶奶特別喜歡寶珠，你奶奶年紀大了，受不了刺激，所以啊，我們是不會輕易把寶珠攆出葉家的。我也必須告訴你，我非常討厭葉寶珠，還有那個老奶奶。如果你在我和他們之間選擇了他們，那你們這個爸媽，我不要也罷了。你以為我很稀罕葉家嗎？整個豫州都沒見過有人敢以這樣的姿態對爸說話，可是葉空偏偏說了，而且爸也沒生氣。即便是不稀罕葉家，那既然選擇來了，那就證明葉家一定有你想要的東西。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自己去拿呢？空空啊，你媽媽很愛你的，這一點毋庸置疑。要我說，還是把姐姐送走吧，等過個3、5年再把她接回來，到時候規矩學好了，奶奶的氣也消了。既然葉家有這樣的打算，那正好，不如將我的未婚妻接回溫家，不知葉叔意下如何？未婚妻？誰呀？當然是葉三小姐，葉空了。這麼說，你是承認這段婚約了？我從來就沒有否認過。那不對呀，我怎麼記得從你成年開始，每當我兩家提及這段婚約的時候，文大少可總是充耳不聞。我還以為咱們兩家這婚約就此作罷了。有些人看不上我，葉叔。
我何必自取其辱？老婆，你怎么看？这怎么行啊？就算两家有婚约，我们叶家的女儿也不能这么轻率的住到温家去，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嗎？而且这叶空刚回家，当然是要住到叶家才对。听到了吧？叶空，往后的时间，我们好好相处。这豫州市我还算熟悉，有什么想去的、想玩的地方，都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当你的导游。你确定？这孩子是真的不分敌我张口开枪啊！这么下去，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呀？确定。走了，改天联系你。我是你二哥叶真，久仰大。就你一个人？是啊，你昨晚睡得还挺好的，起来叫声哥听听。你先叫声妹妹听听。哼，这么肉麻？我叫叶宝珠都是直呼姓名的，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大概因为我是亲生的，而叶宝珠是个假货。宝珠，奶奶，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想在楼梯上追人呢？小心，气死我了！小心！你个讨债鬼，还在我们叶家待着呢！啊？你说谁是假货呢？啊？我说谁是假货才是假貨！现在就给我从叶家滚出去！管家，滚出去！管家，扶奶奶去休息。哦，好的。什么东西？您慢点。叶空，我是叶空，我叫叶庭初，是你的姐姐。姐姐？什么意思？双标啊你！叫了姐不叫我哥。文灿哥哥，叶空，我来当你的导游和司机。你能开车？打个比方，走吧，去哪兒？是若薇啊。我们开了一场正式的见面会，想认识一下你那位姐姐。姐姐跟温灿约了出去玩，恐怕是没空来参加聚会了。什么？温灿约了那个乡巴佬？不行，不许他去！叶宝珠，你必须把那个乡巴佬给我带过来，否则你就别再想参加我们的聚会了。温灿哥哥，我没关系的，我已经帮你们拒绝他了，你们就放心出去玩吧。叶空，我们走吧。不，我要去参加宴会。杜若薇都这么說你了，你還要給他面子嗎？就是因為他這麼說我，我不得狠狠打他的臉。温灿居然真的來了，這個葉空還真是好手段。沒事兒，等會兒這個葉空就該出醜了，先讓他得意一會兒。你平時都不參與這些聚會嗎？我很忙的，未婚妻。我希望你能盡快加深對我的了解，這樣你就知道你平白無故撿了我這樣一個未婚夫，對你來說是多麼的榮幸。是嗎？啊！表達一下我的榮幸，沒有意見吧？你還真是
渾身带刺，敌我不分啊！我最烦装逼的人。好了好了，大家都到齐了。星舟，你不是准备了曲子吗？是时候拿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了。都准备好了。听说这个夜空一直在孤儿院生活，什麼也不會。等會兒一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哼，好啊。葉小姐，剛才這首曲子你能點評一下嗎？葉小姐，剛才那首曲子能點評一下嗎？好聽。沒了。也是，我聽說你一直生活在孤兒院，還是在鄉下，我確實不應該讓你點評這首曲子。葉老太太不喜歡你，用不了多久，你恐怕就要被趕出葉家了。要不這樣，你跪下求求我，我就讓你加入我們的演奏團。姐姐，若薇姐姐在圈子裡可是很有地位的，不管是能參加若薇姐姐的聚會，還是能夠加入星舟姐姐的劇樂團，這些可都是你能留在葉家的砝碼。我們杜大小姐可是我們的公主啊，哪怕就成為公主的女傭，也可以在圈子獲得無上的地位。怎麼樣？考慮一下。第一次參加別人的聚會，連主人的話都不會，也太沒教養了。不是你們的公主殿下求我來的嗎？舔狗先生，不是你們的公主求我來的嗎？舔狗先生，來，把你接到的電話內容重複一遍。是不是你們的公主殿下威脅你，硬要我來的？怎麼我來了之後就不認了呢？原來這就是豫州的上流圈子嗎？早說嘛！早知道這是公主殿下的舔狗聚會，我就不來了。你說誰舔狗？當然是你啊，公主殿下忠誠的狗。你怎麼，他還會彈鋼琴？姐姐可能以為鋼琴隨便彈一下就好聽了吧？怎麼不動了？害怕了？鄉巴佬，你最好整點厲害的，讓我們大開眼界，要不然你就要為你剛才對我說的話下跪磕頭。姐姐，你快下來吧，別逞強了。姐姐，李公子只是開玩笑的，你只要給大家鞠躬賠禮道歉就好了。你們還真是愛自說自話。不是吧，嗩吶？他到底把我們這當什麼地方了？鄉下嗎？還有這個嗩吶到底怎麼混進來的？就跟他混進我們圈子一樣違和。還真是個土包子，他不會是想吹一曲把我們都送走吧？百般樂器，嗩吶為王，嗩吶一響，燃爆全場。今天我就讓你們見識一下，什麼叫做真正的樂器。
這我表现得怎么样？很棒。叶小姐，我觉得你很厉害。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的演奏团，我让你当首席，你可愿意？不愿意。啊，小空空，求你了，你天赋这麼高，就加入我的樂團吧，我給你當好朋友。我拒絕。幹嘛？你剛剛是不是說，如果我的樂器不夠厲害，就讓我給你下跪磕頭？那現在你覺得我的嗩吶厲不厲害？也就一般吧。這哪是一般，明明就很厲害。李少爺，還真是輸不起。夜空明明就很厲害，這李英不會輸不起吧？李岩就是輸不起。就是，我看他就是輸不起。我說仙人，你別太過分了，敢在我杜家的宴會上撒野，你在月中還想不想混了？恭喜啊，舔狗先生！看來你的舔狗生涯沒有白費，得到了公主的一次維護，看來你又可以再多舔10幾年了。土包子，我警告你，你別太給我過分了！你敢動一下手試試？從進來我就想說，你們一口一個土包子鄉巴佬叫我的未婚妻，也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也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溫少爺，難道你真的把這個鄉巴佬當你的未婚妻嗎？就算葉家暫時沒給他身份，他也是我溫燦認定的唯一的未婚妻。還是說在座的各位覺得，這葉家的大小姐比不上我們溫家的準夫人來的尊貴？杜小姐，你覺得呢？夜空這個土包子，憑什麼讓溫燦這麼護着？如薇，如薇，走吧，以後這麼無聊的聚會別來了，浪費時間。你拉着我，我怎麼給你推輪椅啊？你不能單手推嗎？那樣姿勢會很扭曲。還是你自己轉輪子吧。早知道我就用智能椅了。所以你為什麼不用電動呢？老是人力推的，氣吧。最煩裝逼的人。這溫燦難道真的看上這夜空了？既然你們不願意把這個孽女趕出去，那我這個當媽的繼續待在葉家也沒什麼意思。葉海川，你另外給我找個房子，我帶着寶珠搬過去，總好過留在這裡被你們的寶貝女兒氣死。是在說我啊？媽，您別這麼說。都怪你到處惹事，我才剛到公司又被叫回來開會了。開會？開什麼會？這兒。家庭會議唄，討論你的去留呢。速來，老太婆要趕我走。奶奶，既然姐姐不喜歡我，那我走就是了。反正我早就長大了，是時候該獨立出去了呀。奶奶不用擔心我。這怎麼行呢？我們寶珠啊，是從小就被葉家如珠如玉的寵着。他們不管你，他們偏心，不管他們，奶奶我會加倍的寵你。我們沒有不管寶珠。去。媽，您就別生氣了，無非就是多加一雙筷子的事情。您要實在不喜歡小空，您就當它不存在。我可以當它不存在。那別人呢？你沒聽寶珠說呀？
你那个宝贝女兒今天頭一次去參加聚會，就把人家杜家跟李家的孩子一併都給得罪了。雖然我們葉家也不怕得罪人，但是處處樹敵總歸是不好的。現在姐姐把他們都得罪了呀，將來姐姐和爸爸還怎麼跟他們談合作呀？我不許他再待在葉家。如果你們再有什麼異議的話，我就帶着寶珠搬出去。這個，你真不知足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帶着小空搬出去住。你什麼意思？你是想讓別人以為我這個老太太容不了人，把自己兒媳婦都趕出去了嗎？我沒有這個意思，但是要讓我和剛生回來的女兒分開，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你這是威脅我？我要是一輩子不想見她，你就一輩子帶着她在外面住嗎？你是要跟我兒子離婚？奶奶，媽，我有錯嗎？老爺，溫少爺來了。婚菜，我來了。諸位，想必大家都知道，這幾年我主攻互聯網產業，最近有一個大項目需要一個合夥人，不知道葉家有沒有興趣？這麼大的項目，一定有很多人求着你們合作吧？為什麼偏偏選我們葉家？葉先生也不用妄自菲薄。雖說葉家在互聯網產業不算深耕，不過葉家資本雄厚，況且這不是還有大小姐？我相信以大小姐的實力和眼光，不久的未來，葉家會在互聯網產業有所建樹。這麼大一個蛋糕，你怎麼捨得免費分給我們？說吧，條件是什麼？條件很簡單，我要我的未婚妻以葉家三小姐的身份一直留在葉家，亦或是搬來我家。怎麼樣？很簡單吧？甚至可以說不需要你們付出什麼。是你把她叫回來的。你這才回來2天，不知道怎麼孝順長輩啊，心思就放在男人的身上。你指望着他給你撐腰嗎？媽，我的心思放在你身上。是我單方面要給三小姐撐腰。你聽到了嗎？是他自己要給我撐腰的。你滾！你給我馬上滾出去！我們葉家不承認你這樣的沒臉沒皮的子孫。還有你以為你能給他撐腰？你真以為我們葉家離了這婚約就不行了？我老太太現在就做主了，葉家和你們溫家的婚約作罷。媽，既然在您的眼裡，我的孩子這麼的不堪，那我就和他一起從葉家滾蛋。謝謝您這些年來對兒媳的照顧，抱歉，以後不能再盡孝。鞠公有沒有點晚輩的樣子？心裡酸酸的，好奇怪的感覺。至於您剛剛說的離婚，離就離吧，我會準備好離婚協議書的。離就離吧，我會準備好離婚協議書的。原來方思婉這麼重視葉空，之前對我好的舉動，也只是為了穩住我，讓我不刁難他的親女兒。我絕對不會讓葉空這麼輕易的搶走你們，搶走我在葉家的一切。
空空，你还愣着做什么？收拾行李。思婉。哦。哎，好吧，既然我的未婚妻已经不再是叶家人，那和叶家的合作案自然也就告吹了。不过叶奶奶，你误会，我对叶空付出的一切，并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而是因为他就是叶空。就像现在，他虽然已经不再是叶家人，他也是我温灿唯一的未婚妻。我也是，只认你是我的未婚夫。这句话怎么这么好听？好，有什么事给我打電話，我繼續來給你撐腰。那我也去收拾東西了。哎呀，哼，你媳婦儿她什么意思？为了個黃毛丫頭，她是要反了嗎？哎呦！哎呦，媽，是你為了一個黃毛丫頭，現在讓你兒子變成光棍了。爸，奶奶，爸，媽媽那邊怎麼辦啊？離婚是不可能的，這麼多年的夫妻了，怎麼能說離就離呢？哎，我記着你去年把隔壁的那套別墅也買下來了。讓你媽和小空先住進去吧。這些和我有着血緣關係的人，滿足我從小到大對一個完整家庭的期待嗎？姐姐，你真的要嫁給溫燦嗎？雖然他條件確實很好，只不過是個瘸子，要是在當時沒有出車禍就好了。要是沒出車禍的話，說不定都不需要你回來了。到了今天，你還認為爸媽是為了不委屈你才把我找回來的嗎？你到底在逞什麼強？你知道嗎？媽媽帶着你搬出去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你知道大家怎麼說你的嗎？腳家精、災星、掃把星。不過呀，我都有幫你說話的。哼。什麼意思啊？沒什麼，就是不喜歡你進來。也是，大家看了都知道你不准我進去找媽媽，真好。我正愁考慮不知道怎麼考驗他們的親情，你就把機會送上來了。哼。夜空，你千萬不要來放我進去，最好等到我貧血暈倒在這裡。豬豬，媽媽，那是豬豬嗎？對，他在那站了多久？2個半小時。他有貧血，不能一直這麼站着的。豬豬，豬豬，媽媽，豬豬，媽，快給周醫生打電話，他剛給奶奶開了藥，還沒走。可能是低血糖昏迷。低血糖暈倒是會猝死的。寶珠小姐本來身體就不算好，以後可千萬不能再發生這種事了。你看我幹什麼？沒什麼，我先走了。夜空，跟我出去。葉真，放手。你幹什麼？你敢打我？我幹什麼？
我才要問問你到底要幹什麼。我知道你討厭葉宝珠，每個人都包容和理解這一點，但不代表你可以隨便虐待她，甚至想要她的命。你想要她死吗？不对，是她自己想死。如果换成是你，明知自己有贫血，你是会離開，還是會繼續站着？那又如何？即便知道是苦肉計，在危及生命的時候，哪怕只有1%的概率，也應該上去阻止，這才是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情。你的意思是，就算是他自己找死，錯的也是我這個旁觀者，是嗎？他不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是爸媽養了20年的女兒，是我和姐教了20年的妹妹。20年有多漫長，你知道嗎？就算是一條狗都養成家人了，何況他比你乖巧懂事10000倍。跟我有什麼關係？我說過，這個房子是我的地盤，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許進來。你們也答應了，而現在我只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權利和規則，你們第1天就違規了。你瘋了嗎？這可是一條人命，就算你再怎麼討厭他，他自己不珍惜生命，憑什麼要我替他珍惜？在你看來，我是比他那種用苦肉計自己找死的人正常，還是你以為我很善良？你知道你這樣做最痛苦傷心的人是誰嗎？是媽。她在你和葉家之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你，而你呢？你今天讓她看到了什麼？是什麼？你讓她看到2個孩子之間在互相殘殺，這對一個母親來說有多殘忍，你真的明白嗎？她從小身體就不好，氣血不足，我們用了多少人參燕窩才幫她調理好身體，而你竟然敢讓她在這兒站2個半小時。身體不好，气血不足，在花河县，100個孤兒有90個都營養不良。你們用人參燕窩幫他調養身體，那我這17年連吃口肉都是奢侈。你告訴我，是誰比較慘？我不知道。今天你打了我，你知道我上一次挨打還是在10年前吗？那個時候我剛被扔到孤兒院，大家都欺負我，說我無父無母，說我活該被打死。叶空，我本來應該1000倍100倍的讓你償還回來，但因為我們有血緣關係，所以就抵消了。但是也只有這一次，你記住了嗎？等他醒了就讓他離開。如果還有下一次，我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告訴他，如果不怕的話，他可以儘管試。小空怎么能這麼冷漠無情呢？珠珠，媽，明明以前我们很幸福啊，我也想把這份幸福分給姐姐，可是怎麼這麼難啊？珠珠，讓你受委屈了。媽，你願意跟我回去了？可是媽，我也很擔心你啊。我要陪着他。珠珠，原本小空在葉家也要度過那幸福的20年的。媽媽只能是我的，我遲早會把葉空趕出去。哎，那個葉空，
我今天要去一趟公司，你陪我去呗，可以见到好多明星的。不了，我要去温家，温灿已经来接我了。我听你爸说了，温灿的爸爸要见你，去了温家要有礼貌一点，千万不要去那随便砸人脑袋啊！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誤解？我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開瓢的人。其實也不用那麼拘謹了。溫家雖然的確很厲害，但是咱們呀也不用屈膝做人。知道了。昨晚睡得好嗎，我的未婚妻？很好，我的未婚夫。你還真是一點虧都不吃啊！我的未婚夫，你不跟我講講溫家的注意事項，至少跟我介紹一下人緣吧。不需要，你隨意發揮。那到時候我搞砸了，你可不要怪我哦。我倒是很期待你怎麼搞砸。少爺，哎，你別說，這些傭人都是你們家的？當然了。萬惡的資本家。少爺，家主請您去書房談話。就我一個人嗎？你去吧，我自己在你們家隨便轉轉。好吧。看來溫燦的爸爸並不是真的想見我。哼，這位就是我那好大哥的未婚妻葉家小姐葉空了吧？你還真是偏心吶！溫燦都殘廢了，還要給辦這麼好的家族聯姻，想加重他繼承溫氏的籌碼是嗎？葉空，我今天一定要毀了你，毀了你和溫燦的這樁婚事！你是葉三小姐吧？請坐。你是誰？我叫溫蓮，是溫家的旁支，因為身體不好，才收到我大伯的資助。像我這樣的旁支子弟，今天家裡來了很多，他們都是來搶繼承人位置的。溫家要換繼承人？對，我也不知道大伯為什麼這樣做，他們的父子關係不如從前。那這麼說的話，你也在繼承人名單上了？繼承人名單備選上也有你吧？葉小姐，別跟我開玩笑了，我身體不好，能活30歲已經很幸運了，我怎麼可能覬覦家主的位置？就算真的把位置給我，我怕是第一天就會被累死。溫家家主不是我這個病秧子能承擔得起的。人的慾望和身體的強弱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你想得到溫家，就算明天你會死，也不妨礙今天你為此做出行動。哎，你沒事吧？需要我幫你打給溫燦嗎？蓮哥，蓮哥你在哪兒？蓮哥，蓮哥。葉空，你完了！
夜空，我再也不敢惹你了，我知道错了，別打我了，別打我了。夜空殺人了！夜空，你敢砸溫連哥的頭，溫家絕對不會放過你。那我等着。走。溫連這是要送去醫院啊，我還以為你們家莊園就能搶救。當然，他要是在莊園，難不成你還要看望他？作為加害者，去看望慘兮兮的受害者，不是應該的嗎？你真的砸了溫連的頭？沒有，他自己砸自己。我就知道，你又不是個見人就攻擊的瘋子。现在沒有人，你是不是自從坐了輪椅以後，就再也沒有奔跑過了？不在輪椅上的時候，除了在健身房，我也很少奔跑。那我今天就讓你好好感受一下奔跑的感覺。夜空，你慢點。怎麼樣，奔跑的感覺不錯吧？謝謝你來到我身邊。怎麼樣，奔跑的感覺不錯吧？感覺還不錯。魏父親，你選的未婚妻來我們溫家做客的第一天就敢砸溫連的頭，他這是要殺人。那你是要？婚約取消，你不能娶她。不可能，我認定他了。逆子，你瘋了不是？他可是個瘋子，是個殺人犯。沒錯，我就是個瘋子，是個殺人犯。溫連以後要是再敢來挑釁我，或者我的未婚夫，我就殺了他。反正瘋子殺人不犯法。夜空，怎麼？叫我幹嘛？沒什麼，只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對我爸姐過話。他現在一定氣死了，也從來沒有人敢推着我這樣奔跑。你們家規矩真多，那我以後多推你跑幾次。好啊。不過你體力不太好，就這麼點路。這麼點路，這地方超大的好嗎？我感覺我跑了得有1000米。最多300。那不是差不多嗎？你數學老師要上吊了。你一個坐着輪椅享受吹風的殘廢，你有什麼資格嘲諷我啊？這就是欺負殘疾人的報應。好，那我就欺負你，怎麼着？夜空，到家了，快回去吧。如果今天因為溫家的事情，你們家找你茬的話，一定要冷靜，打電話我幫你解決，不可以使用暴力。好啦，我這個人一向提倡愛與和平。拜拜。合作夥伴，愛與和平。嗯，你們怎麼來了？空。媽，你給我滾開！我的老朋友都給我打電話，說你在溫家的地界上用煙灰缸砸了人家溫少爺的頭。啊，
空空，你奶奶说的是不是真的呀？没有。哼，夜空，你如此丧尽天良，有一点点愧疚之心吗？你这个宰相，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勾引到了温灿啊！你以为找到了一个大靠山，竟然在我的跟前儿嘚瑟？哼！你知道温灿如今的境界吗？他要不是残疾了，他能看上你？哎，就算文灿是个残疾，也是我的靠山。当初我答应你们让夜空回来，是让他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用处的残疾。哼！你们居然为了这么个东西啊，把我们宝珠欺負成这个样子！宝珠在我们叶家惯養了20年，他呀哪能受了這麼樣的苦啊？哼，他倒好，在溫家砸了溫蓮，惹怒了溫家。哼，他現在是連那個殘疾也嫁不了了，你們這群蠢材！媽，叫媽也沒用。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去消溫榮和溫家的氣。哼，雖然我不怕溫家，可是溫家比我們葉家的底蘊深厚，比我們的人脈廣一些。他要是想報復我們葉家，我們葉家也會傷筋動骨一番。哼，好，那你這麼說，我要怎麼樣才能讓他們消氣啊？當然是上門賠禮道歉，人家讓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人家要是告你殺人未遂，到法庭上你就得在被告席上乖乖的坐着。那我還真是深感榮幸啊！你這個宰相，也不知道用什麼手段勾引到了溫燦啊！你以為你竟敢錄音？讓我找找溫燦的微信在哪裡。找到了，發送。好，知道了，我馬上去你家。他說他知道了，你開心嗎？死老太，開心嗎？死老太婆，你媽，醫生，快說醫生！姐姐，你怎麼又把奶奶氣暈了？明知道自己會暈倒，還要來找氣受。有時候我真不懂你們人類的感情，受虐狂嗎？還有，我從來不阻止別人找死。你要幹什麼？空空，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呢？溫燦，老太婆暈倒了，你不用來了。好，我知道了。她再欺負你，你就害着我。我到底生了一個什麼樣冷血的女兒？喂，寶珠，我們要去打網球，你去嗎？夜空，看我怎麼借助杜若薇的手收拾。空空，你長大了，願意和寶珠一起去打網球，媽媽真的很開心。是嗎？哎，對了，還有一件外套，媽媽給你帶上啊。你不自己去選嗎？你是真的很希望我和葉寶珠和平相處啊？我只是希望家宅安寧。這句話也太封建了。豪門家族就是這麼的封建，巨大的利益呢，會把同源同姓的人擰成一股繩，跟古代的豪門世家沒有什麼區別。我相信等你待久了呀，會對這一點有更深的感觸。聽起來很不妙，不過我很期待這次運動。看來在葉庭初心裡，家族比我更重要，還真沒意思。姐，我幫你拿。謝謝豬豬。不客氣，我是你妹妹嘛，好久沒打球了，我都有點手生了。空空，他這是怎麼了？姐姐，不會是因為我跟你走得太近，不高興了吧？不應該吧。
都挺好的。嗯。哟，夜空，好巧啊！还老走呢，还真是眼盲心瞎。哟，夜空，好巧啊！巧吗？不是你让叶宝珠拉我的吗？知道你还来啊？难不成你是特地过来给我跪下磕头道歉的？微微，你别太过分了。我能有他过分？他可是一个不開心，就連自己的奶奶妹妹都能欺負，我們外人在他眼裡又算得了什麼？雖然說是親生的，和外面的野種也沒什麼區別嘛。你們在聊什麼？你怎麼來了？當然是聽說你會來我才來的。那我們可真是沾了姐姐的光了。可不就是聚會嘛，倒是要看葉三小姐肯不肯賞光跟我們一起玩了。哎，你會打網球嗎？當然。我不會，我之前只踢過足球。那你今天可以好好玩玩，我可以教你。你都殘疾了，你怎麼教我？語言指導。也不是不行。夜空，你聽不到別人講話嗎？你回葉家這麼久，還是沒能改掉你在外面養成的沒教養的習慣。到底是葉家沒教好你，還是說你本性太爛，根本就無可救藥？又見面了，舔狗先生。又見面了，夜空。還有你，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這是我們第3次見面，為什麼這麼多人裡就你針對我針對的最積極、最認真呢？我只是單純的看不慣你。我剛才認真想了一下，想到了一種可能。我說你該不會喜歡文燦吧？杜小姐，被我說中了嗎？我去，夜空瘋了吧？他在說什麼啊？這杜若薇怎麼不說話呀？不會是真的吧？你胡說什麼？我怎麼可能會喜歡這個殘廢？我才不喜歡他。那就最好了。我也希望你沒有打他的主意，畢竟他現在是我的未婚夫，而我又是個佔有慾極強的人。夜空，這球明明很簡單。說起來你可能不信，我還學過一段時間散打。那還真沒看出來。可惜啊，學了半年，最後只學會了過肩摔。我從小就以為我是個學習天才，直到我開始運動，我就不信了。再來一次。快去。算了，不練了，我還是不適合運動。喝杯熱的吧。喝杯熱的。怎麼是苦的？這是純茶。你剛剛不是已經喝了一杯很甜的奶茶了？待會兒還要吃甜品，糖分攝入多不好。我聽說葉三小姐一球沒中啊。關你什麼事兒啊？哎，所以說你的口才都是從談判桌上練出來的？那也不是，我只是從小就擅長討好我想要討好的人。那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你想討好的人嗎？我不是正在討好你，我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管別人吃不吃糖，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文燦，他就是個鄉巴佬，你為什麼要討好他？
若薇跟你說話呢。舔狗先生，温灿不想跟你的公主说话，那不正好？叶三小姐不是不会打网球吗？我来教你。正好，我是这个网球馆里球技最好的。叶空，李莹，你要干什么？你神经病吧，李莹，你疯了！哎呦，叶三小姐居然还记得我名字，荣幸啊！你放开我！有本事咱们现在就打一场。李烨，你到底是凭借着你的身份嚣张，还是你凭借着你的性别，用纯粹的力量压制我？你说什么？不管是哪一种，你果然都是我最討厭的那一類人。那也是我的荣幸。我今天就要让你好看。你故意的。放心吧，死不了的。是吗？顶多也就是手段而已。不过那样不是跟温灿更配吗？好，你也試試。啊！你幹嘛？你試試，試試。你有病啊！你是想替杜若薇出气是吧？看你的样子，你到底是想替杜若薇报仇，还是想替你自己出气？杜若薇真的喜欢温灿？我看到杜若薇的眼睛肿了，是因为在温灿面前被拆穿，還是因為即使被拆穿了，溫燦也不願意多看他一眼？閉嘴！在人前都如此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那背後杜大小姐又為溫燦默默地哭過幾次呢？讓溫燦出車禍的時候，她豈不是眼睛都要哭瞎了？夜空，夜空，夜空，住手！別打了，夜空！你快搶着把門打開！聽說你跟他是青梅竹馬，你愛他愛了很多年。那這麼多年裡，他有為你哭過嗎？真是可憐啊，舔狗先生。可就算再怎麼可憐，我也不是你用來撒氣的工具。我可不是那種會白白受氣的人。放心，不會死的。不要！別打了，夜空，別打了。放心，我沒事。你當然沒事，有事的是別人。不會再動他了。你說你好好的彈吉他的時候，非要用來打人，真是暴殄天物。杜小姐，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你暗戀溫燦暗戀到死也好，這個舔狗舔你舔到死也好，以後不要再來招惹我。你胡說！有沒有胡說，你心裡清楚。不許走！你把李英打成這樣，還想全身而退？我告訴你，
今天我要讓你彻底完蛋！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李少爷，多年前，花河县福利院李氏慈善基金。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的？站住！叶空，你别以为你是叶家大小姐，我就不敢打你。够了！易音，你因为叶空哄我。这件事是我先动的手。你说什么？这件事到此为止。你怎么了？抱歉，我刚才没有拉住你。你为什么要道歉？是李英害的我，这不是你的錯。我應該道歉的。我送你回家吧。好。我絕對不會再讓你在我眼前出事。你今天找我有什麼事？文燦，我不僅是你的商業合作夥伴，還是你一直以來的好朋友。我沒有事，難道就不能來找你嗎？當然可以，只是我今天剛好有別的安排。我今天來是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說。自從上次溫聯和網球事件之後，大家都能看出來，葉空是一個瘋子。一個瘋子不會喜歡上一個人。難道你喜歡他嗎？我是真的喜歡他。好，那我就祝有一天，葉空總會喜歡上你。他沒心沒肺的，才不會喜歡上我。溫燦，你既然這麼喜歡葉空，那為什麼要輕易放棄呢？不是，你怎麼勸我追葉空？誰讓你這麼喜歡葉空呢？這追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送東西，他喜歡什麼你就送他什麼。葉空喜歡什麼？他喜歡吃甜品。那你就送他你親手做的甜品。好辦法，那我試試。睡着了，找我來咖啡館睡覺。等他回應只言片語有人聽。有個男孩說我像一顆星星撞入他的你睫毛上有灰。別鬧。你找我幹嘛？還在這裡睡着了？我沒睡着，只是閉目養神。誰會在這種人來人往的地方睡覺？所以你到底找我幹嘛？聽說這家蛋糕店的蛋糕不錯，我特意為你買了。你嘗嘗。晚風從耳旁飛經過，嘴角上揚，心開始慢慢滲落。好，快看，那兩個人長得也太好看了吧！我要拍下來當壁紙啊！我也要。葉空，你看這個咖啡店真不錯。剛剛是溫燦過來找你嗎？他找你幹嘛？不清楚，說是讓我嘗嘗他買的蛋糕，如果好吃的話，告訴他評價。這個蛋糕的包裝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見過啊？看樣子是手工的。啊？該不會是溫燦親手做的吧？不知道。不好吃。要是買的得和溫燦說一聲，下次別去了，浪費錢。但不管怎麼說，真不愧是世家金字塔頂尖的溫家大少爺。就這麼一會兒，你看，他剛才給你送蛋糕的圖片已經在圈子裡傳遍了，大家都羨慕你呢。原來溫燦等我等得睡着了，是為了演秀恩愛啊。溫燦哥哥給姐姐送蛋糕了，這看起來還是親手做的呢。什麼？你看，大家都說這個袋子搜不到，
看起来還是手工制作的，肯定是溫燦哥哥親手做的。夜空凭什么？姐姐和溫燦哥哥的感情真好啊，大家都说他們很般配呢。夜空，你看我怎麼收拾你！什麼聲音？夜空，你在這等一下，我去看看。杜若薇，你幹什麼？夜空人呢？有膽子勾引溫燦給你做蛋糕，現在當起蹉跎烏龜了！杜若薇，溫燦和夜空是未婚夫妻，你憑什麼說夜空勾引他？林心中，你別以為我不敢打你！我真是奇了怪了，為什麼都到這個時候，你們還覺得我好欺負？夜空，兔小姐，你被我拆穿暗戀溫燦以後，就再也不裝了。不就是扇巴掌吗？就你会？你們豪门大小姐是通過扇巴掌來確定圈內地位的嗎？那我可以扇到你毀了。你要是什麼勁兒？可以了，夜空，鬆開。杜小姐，我跟你不是一類人，我也不想進入你的世界，也請你不要再來麻煩我，否則我敢做的事情，我保證不敢做。還不快給我們杜大小姐叫救護車啊！你們想害死她？我的臉，我的臉！是杜家的人！完了完了！你剛打了杜若薇，杜家的人就追来了。杜家特別寶貝杜若薇，這次恐怕不會就這麼算了。你快出去躲躲，走啊！躲？愣着幹嘛？快走啊！豪門的人根本不顧及法律，這個時候搶的就是時機，誰更快一步，誰就能掌控局面。快走！你還真是個怪人。不過你說的對，正好跟我想的一樣。什麼意思啊？豪門不講王法，誰先搶佔先機，誰就能控制局面。所以剛才我才能打得那麼爽，因為先機已經遞到我手上了，不打豈不是可惜了？哼！我怎麼一個字都聽不懂啊？溫燦，要是今天我把杜家母女都打了，你能擺平嗎？放心吧，有我在。你就是夜空，跟我去醫院向我女兒道歉。杜夫人，我如果跟您去醫院，您會怎麼對我？我不欺負小孩，只要你去到，向我女兒磕頭認錯，直到她原諒你為止。如果她不原諒我呢？我說了，直到她原諒為止。如果他也掐着我的脖子，連扇我10幾個巴掌，如果您帶我去醫院，會任由他這樣對我嗎？這不是理所當然嗎？你敢那樣對我的女兒？要不是因為你是葉海川的女兒，我把你大卸8塊也不夠。現在我只是把你做的事情原樣奉還。你應該感恩我才對。哼，理所當然，感恩。那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的話，應該被大卸8塊的是杜若薇吧？畢竟她欺負過的人
可數不勝數。所以，你是想為那些不值錢的賤命鳴不平？哼！早就聽說葉家剛回來的三小姐是在鄉下養大的，不懂規矩，是個可怕的瘋子。現在看來，你只是個單純的蠢貨，是嗎？你以為自己是女俠嗎？鋤強扶弱，行俠仗義，為那些賤命主持公道。葉三小姐，既然你的父母沒有教你，那我就好好教教你，什麼是上流社會的規則。你是要自己走，還是想讓我保鏢強行帶走？杜夫人，我現在終於知道你女兒的德行像誰了。欺負別人的時候不覺得自己需要負責任，但被人欺負的时候却要別人千倍百倍的償還。就因為你們天生命貴。你什麼意思？你們杜家還真是不要臉，你們母女兩個人的臉皮也真是一個赛一個的厚。我現在觉得杜若薇不会毀容了，因為遺傳了你的厚臉皮呀！好大的膽子！杜夫人，我的膽子一向很大。别动！小心我的手！杜夫人，你錯了，我可不是行俠仗義的女俠。你鋤強扶弱4個字，我只占一個。我是那個需要被除掉的強。杜夫人，你知道你们一家像什麼嗎？你們像葫蘆娃！給我殺了他！住手！住手！公公，你没事吧？嚇死媽媽了！我沒事兒。方思文，你這是讓杜葉兩家徹底撕破臉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怎麼回事，你就跑過來護着他。我告訴你，方思文，今天就算是葉海川在這裡，我也讓你的女兒付出代價，否則我杜家和你不死不休。公公，是你？是我幹的。是你們先來找我麻煩的，先是你女兒，又是你，跟我玩打了個小的來個老的套路是嗎？沒用的，我現在已經不是鄉下人了。葉空，我爸是葉海川，我未婚夫是溫燦，我現在也是你們口中的上等人了。那你們那套欺負人不需要負責任的規則，我拿來用用又怎麼了？你們說是吧？公公，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呢？謝謝你能來啊，媽媽。公公，跟杜阿姨道歉。你說什麼？道歉！我要讓這個小畜生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千倍百倍的代價。杜夫人，今天的事，我們葉家願意讓出西郊的地皮作為賠禮。公公，道完歉，媽媽就帶你離開。我不要。坤燦，今天我把杜家母女打了，我要讓他們生生吃下虧，還得不到半點好處。知道了，未婚妻，保證完成任務。給我把他帶走，不擇手段，不擇手段，不
择手段。是，我是就带夫人回去。夫人，家主有令，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让您赶紧回去。啊！贱人，给我等着！我迟早会教训你的。从今儿開始，杜葉兩家就徹底撕破臉了。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走。叶空，事情我都听说了，你闹得太过了。你說我過分？我們葉家是不用向任何人卑躬屈膝，但也不能太過分。你打了杜若薇和杜夫人，一點輕重都沒有。你知道別人會怎麼說我們葉家嗎？那你希望我怎麼做？倒也不是要怎麼做。剛才杜家送來了邀請函，要我們參加宴會。你只要在宴會上當眾給杜夫人道歉就好。你就不怕是鴻門宴？鴻門宴又能怎麼樣？參加這次宴會的又不只是杜家，還有李家、林家、溫家。我就不信他能當着眾人的面扣着我們不讓走不成。李家主也會去。所以啊，你要當着眾人的面給杜家母女道歉。好，我去道歉。好，我們家空空長大了，知道維護家族了。雖然這個爸爸我也不想要了，但宴會卻可以去一下。正好，我也該替我孤兒院的朋友復仇了。啊，就是這兒了吧？走走走。婚菜。你盯着干嘛？今天也有你的戲份，你確定你能一直演下去嗎？會不會還沒開始，你就壞掉了？不會，我今天……阿燦，這些天你一直都不願意見我，我就知道在這兒一定能堵着你。秦小姐，怎麼了？你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嗎？你爸已經開始傷心了，你知道嗎？那又如何？那你不知道，我父母要我嫁給你爸，他並沒有拒絕。啊？你從哪得來的消息？我媽親口告訴我的。我媽只想讓我攀上溫家，要不是你放棄繼承溫家繼承人之位，我也不用嫁給老男人。你必須要幫幫我。你想讓我怎麼幫你？我要你和葉空解除婚約，假裝和我在一起。我要你和葉空解除婚約，假裝和我在一起。你要溫菜和你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也行。只要消息傳出去，以你爸這麼愛重名聲的人，無論如何也幹不出和兒子搶人的事兒來。你為什麼不說話？都到這個程度了，你難道還要拒絕我嗎？我和你從小一起長大，你就要那樣看着我給你當後媽？冉秋，我的未婚妻只會是葉空。都到現在了，你還要顧慮葉空怎麼想？我這輩子都要被毀了，你真的要見死不救嗎？阿燦，快把眼淚擦一下，冷靜一下再聊。我已經很冷靜了，阿燦，你必須得幫我。等我的事情解決之後，我願意用我所有的身家為你和葉空準備新婚禮物，你必須得答應我。我可以幫。真的？我可以幫你找
更合適的联姻對象。说什么？除了你，还有什麼联姻對象能讓溫家退卻？只要在眾人面前假扮1-2次就可以了，這都不願意答應嗎？所以你就來找我，和你訂婚。不是真的，訂婚是假的，我不能被你爸給毀了呀！你不答應，是不是因為夜空？這件事情之後，我可以給他下跪磕頭，只要你們幫我渡過這一關，我拿你們倆當救命恩人。秦小姐，你現在可以對我下跪磕頭了。秦小姐，我都幫你了，你為什麼不開心？夜空，做得好，你把這件事情宣揚出去，讓所有人都知道溫柔想老牛吃嫩草。他這麼在乎自己名聲的人，一定會放棄，還會出來澄清，說自己根本沒有這樣的念頭。不行，被溫柔這種老男人覬覦，他們會嘲笑我的。那夜空呢？如果我按照你說的去做，夜空作為我的未婚妻，就不會被別人嘲笑了嗎？他被嘲笑又怎樣？還真把自己當成什麼千金大小姐了？秦冉秋，阿燦，你怎麼能這樣對我呢？我們再也不是朋友了。走吧。放心吧，沒事的。不用你說，我知道。張總，發財在哪裡搞酒？真不錯呀！老闆在哪發財呀？你們可不知道。就是啊。秦冉秋要給溫燦當後媽了。溫柔老牛吃嫩草，秦家也想抱大腿，這不一拍即合？秦冉秋呀，這下要去伺候老人去了。建議嫁過去之後，早點生個兒子，免得溫柔年紀大了不行了。就是。各位，哦，好，打擾大家一下，各位，打擾大家一下。相信大家最近呢，都聽到了一些流言蜚語，讓我這個老頭子一把年齡了，還要為這種事出來澄清。可是沒有辦法呀，此事關乎到一個年輕人非常重要的未來，也關乎到我兒子最在意的人，所以呢，就算是再丟人，我這個老頭子都得出來說兩句。說什麼啊？難道消息不是講什麼事啊？老東西給你找不痛快呢，溫燦。兒子最在意的人，溫柔指的是夜空還是秦冉秋？在為秦冉秋澄清，那肯定是秦冉秋了。這秦冉秋本就是豪門千金，他們本來就般配，夜空算什麼？夜空，溫燦最在意誰，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婚約還在你身上，對嗎？溫燦，我就知道，其實你也是喜歡我的。你，秦小姐，剛剛不是說過了，我們不再是朋友。溫燦，我那是氣急了才說的。你幹什麼？幹什麼？当然是學你啊！秦小姐，活潑的好嗎？你瘋了！夜空，你瘋了！來人！滾！溫燦，夜空這麼欺負我，你難道不管嗎？是你先動手的，要往夜空身上潑酒。阿燦，我那是不小心的。我在這裡鄭重的聲明一下，我溫柔的夫人有且只有一位，而且我對她的感情至死不渝，此生沒有二婚的可能性。至於秦冉秋小姐，則是受到了我兒子的牽連。竟然是這樣。他們二人呢，曾經有一份刻骨銘心的戀情，所以啊，遭到了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惡意詆毀和造謠。
以致讓冉秋小姐的名誉受损至此。在这件事上，我们温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能夠看到冉秋小姐能夠和我的兒子重修舊好。我們溫家非常期盼能夠擁有這樣一位人品與能力兼備的兒媳婦。原來是這樣啊！原來是這樣，是兒媳婦。阿燦，你爸爸同意我們在一起？怎麼，想趁着溫燦上不了台就把婚事定下來？剛剛你想讓溫燦幫你拒絕和溫柔的婚約時間，你想要嫁給溫燦才是真的吧？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想做的僅僅只有澄清，其他的我管不了，那是溫總和我父母私下決定的。可惜啊，你和溫燦明明認識了那麼多年，可你好像一點兒也不了解他。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這樣的話？他當然。父親，怎么？谁啊？阿燦，这什麼情況？你怎麼會在這兒？不是說好去醫院檢查的嗎？臨時起意，不過還好我來，不然我未婚妻會被你們欺負成什麼樣子？對，我快被欺負死了。父親，究竟是誰和秦小姐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又是誰要和秦小姐重歸於好？溫燦，這是什麼意思啊？不承認？哎，他來了，快看！阿燦，秦小姐，我們什麼時候好過了？你怎麼沒有通知我？阿燦，我求你，你別說了。哼！秦小姐回答我。什麼時候你就成了我的前女友？我們牽過手，擁抱過，接過吻，都沒有。啊？假的？應該不是這樣啊！真是的。諸位，就因為我溫燦不在，就可以隨便的污衊我，隨便往我的未婚妻頭上潑髒水？住嘴！溫燦，你怎麼一點風度都沒有？不是殘疾，要什麼風？這完全就是秦家倒貼啊！冉秋女神也有這一天啊！但是溫燦也太過分了吧？你不會覺得冉秋很可憐嗎？我不可憐，我一個清清白白的男人，就這樣被誣陷成有一個前女友，我的未婚妻就要被迫去相信我是一個髒男人，還要往他的頭上潑髒水，他不可憐嗎？我們一個被叫做瘋子，一個被叫做殘疾，我們好不容易能開開心心的在一起，卻要遭受你們這般的破壞。我們不可憐嗎？我們不可憐嗎？父親，看到兒子出手，開心嗎？阿燦，如果你說這些都是真的，那就是爸爸搞錯了，爸爸不該聽信秦小姐的一面之詞。溫柔，你怎麼能把錯都怪到我的身上呢？是誰先說的我不在乎？我希望不會再有下一次。父親，我也希望你能做到真正的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那是自然。抱歉，因小女虛榮引起的一場鬧劇罷了，請大家繼續享受美酒佳肴。爸，夜空說的對，明明我們認識了這麼多年，你卻對我一點都不了解。我以前也是聽信了一些謠言，以為夜空真的是小三，真是對不起啊，夜空。還真別說，夜空和溫燦還挺配的。客氣，溫燦，我們換個地方吧。好啊。是嗎？那我是不是還得給夜空鼓鼓掌啊？好啊，
正戏開始了。二位，一段時間不見，應該還記得我吧？葉三小姐，你為什麼不回頭？拿好。好。這不就回頭了？許久不見，不知你媽媽的手好全了沒有？夜空，你還敢提？若薇，你在幹什麼？果然，换了新主人就是不一樣，身手都变快了。可你知不知道，你這位新主人到底是什麼來歷呀？你在胡說什麼？夜空，你是不是真的以為自己能永遠得意，永遠耀武揚威？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可惜呀，從今天開始，我就要讓你們這對恩愛情侶變成整個宇宙最大的笑話，是嗎？夜空，你敢不敢告訴我，在你被叶家接回來之前，一直都在哪裡生活呀？什麼意思啊？不是說是因為叶三小姐身體不好，所以才養在国外嗎？我听到的版本是跟玉州八字不合，哎，你说所以送到别的城市去了。不知道啊，这意思是另有隐情。让一让，让一让！哼，夜空，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不敢回答，為什麼？是因為你知道葉家傳出來的一切都是謊言嗎？什麼八字不合，根本就是放屁！你在說什麼？在今年之前，你跟葉家根本就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在今年之前，他只是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孤兒。在今年之前，他夜空不過是個被狸貓換太子的可憐蟲。而從你出生開始就代替了你的葉寶珠。當他在葉家當大小姐的時候，你又在哪裡，過着怎麼樣的生活呢？啊！天哪，還有這種事情啊！不可能吧？陆小姐，你閉嘴！杜若薇，你敢回答嗎？這20年以來你生活的地方是，如果不是葉家把你接回來，你還要一直生活下去的地方是花河。是花河，真的是花河了，这是真的！天哪，我沒聽錯吧？是花河，是那個花河。10年前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虐童、猥褻兒童事件的那個花河，是真的嗎？杜若薇什麼意思呀？溫燦知道他未婚妻小時候遭遇過那麼不堪的事情嗎？夜空，需要我幫你嗎？繼續看戲。哎呀！陸小姐，今天是玉城正經的名門宴會，你要鬧事也分一分場合。空空，我們走。空空，我們走。空空，我不走。葉夫人，你們葉家鬧出這麼大的醜聞，耍得我們所有人都團團轉，現在知道着急了。杜若薇，你別這麼跟我媽媽說話。就算我們有矛盾，我們可以私底下解決啊。哼，私下？葉寶珠，你真當我是個傻子？你就是一個不要臉的冒牌貨，我有什麼好和你談的呀？不是這樣，冒牌貨，好個不要臉的賤人！你真當我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嗎？別說了，寶珠，你怎麼樣了？別怕，媽媽在這兒啊。你故意用溫燦給夜空送蛋糕的事情刺激我，多次跟我賣菜讓我收拾夜空，你真當我從來沒有看出來過嗎？這葉寶珠怎麼是這樣的人呢？誰看出來？寶珠，他說的是真的嗎？杜若薇，就算你再怎麼討厭我姐姐，你也不能這樣挑撥離間啊！媽，姐姐，我沒有。你們相信我呀！葉寶珠，你讓我相信你。葉寶珠，你讓我相信你。
姐姐，姐姐，你还真是贱啊！真当自己是叶家大小姐啊！真会做梦。我是恨不得让叶空去死，但是你这个贱人生的小贱人更让人恶心。我一想到这些年跟你这个冒牌货做朋友，我就恶心的想吐。这出狗咬狗的戏码还真是好看。确實。夠了，把杜小姐给我請下去！放開我！請假的人呢？這是洪文菜，還不快來幫忙！我不要。我只聽夜空的。先把杜小姐弄走，你和豬豬的誤會，咱們回家再說好嗎？你有證據嗎？證據？你想要什麼證據？物證？啊，什麼東西啊？這是還真拿得什麼？這些年你在花河孤兒院生活的照片夠不夠？還真有證據啊！真的是。還有這個你在花河縣小學留下的日記本夠不夠？還有嗎？如果這些能夠記錄你成長的照片物件都不夠的話，沒關係，我還有人證。哇，什麼？還有人證？又有什麼能夠比那個親手把你換掉又親手把你送進花河縣孤兒院的人更能證明你的來歷和經歷呢？你忘了，他還來找過你呢，就是那個你口中得了艾滋病的髒女人。哼，請吧，請吧。真的假的？真的吧？雖然很髒，但是你作為葉寶珠的親媽，作為僅憑一己之力就把整個葉家耍得團團轉的人，你有資格站在這裡不是嗎？潘女士。怎麼是你？杜小姐，說話可是要負責任的，誰都可以空口編造。空口編造？哼，那這個算證據嗎？啊？葉寶珠和潘女士的親子鑑定證書，鑑定結果顯示，他們二人為母女的概率為99.7%。葉寶珠竟然假進去的！原來葉寶珠竟然是這種人的女兒，這不可能！媽，這肯定是假的。怎麼樣，葉三小姐，這個人證可還算有力？別怕，葉空，你還不承認自己是來自花河，在花河孤兒院長大的嗎？空空，我們走，回家。我是來自花河，我承認了，那又如何？你是真的呀？是真的呀？發出了什麼樣的錯案呀？你承認了？你居然承認了！我從小在花河長大，直到今年，我才來到豫州，回到葉家，那又如何？我被人狸貓換太子。我從小長大的孤兒院名叫花之河，除了上大學，我很少離開那裡。那又如何？你到底在興奮什麼？到底在暗示什麼？花河，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能讓你對我露出如此勝利者的嘴臉？是因為那裡曾發生過舉國震驚的重大案件？是說那個啊？杜若薇，你是不是覺得在花河孤兒院長大的我，也必然牽涉其中，甚至就是其中的一個當事人呢？一開口就想否認啊！案件發生的時候，你剛好12、13歲。杜若薇，你住口！空空，葉夫人，不妨就相信空空，讓她自己解決。葉三小姐，不能再讓事情再鬧大了，不如您先回家去，之後有什麼事再找杜家談。
你笑什麼？當然是在笑你啊！你這個坐牢坐了7年的當事人，虐童犯。你以为只有你在花河見過我嗎？你是不是覺得我那個時候年紀小，就絕無見過你的可能了？胡說八道！簡直蠢得令人發笑。你明明是在我面前被戴上手銬了。李英的舅舅張志成先生。张志成先生啊，这竟然就是当年的。你都给我闭嘴！叶三小姐，好了，叶空小姐，我是李家的掌权人，也是你的李叔叔，今天给我个面子，大伙儿都散了吧。到此为止吧，叶三小姐。你知道你这樣做，你會成為多少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嗎？難道你不怕嗎？怕？我為什麼要怕？我都不怕告訴你們我在花河生活過，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倒是你啊，李總，你就不怕告訴大家，這位張志成先生這7年來都生活在哪裡，都在幹什麼？誰都知道張志成這些年一直在國外替我們李家工作，而你，葉三小姐，沒有證據，就如此給我們李家潑髒水，你就不怕我告你嗎？葉空放心，一切有我。證據？你想要證據是吧？好啊，那我就給你證據。天哪，這是什麼呀？天哪，太惡心了！幹過這種事居然還裝得清清白白，還明目張膽進公司任高管。李總，我的證據怎麼樣？李總，我的證據怎麼樣？張志成，這些照片和資料都是真的嗎？你怎麼這麼喪心病狂？葉空，你找死！張志成，不要輕舉妄動，我在直播，注意言行。老實點幹！葉空，即便有這些照片的資料，那又怎麼樣？這只能證明我跟這個案子有關。雖然我當時被審了，但後來我可是被無罪釋放的，是嗎？張志成，因為你是我兒子李英的舅舅，所以我才讓你到我們李家工作。現在看來，你簡直是禽獸不如。各位，都怪我心軟，讓這張志成來我李家工作，現在我就開除了他。葉空，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我會讓你付出代價的。不許找我，我是清白的。你們這些地界的賤民，請其他涉案人員去警局協助調查。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呀，我不知道他那些髒事啊。這下好了，證據真相大白了。不許走！葉空，你剛才說的一切，就證明了你是當年事件的當事人。我說的沒錯吧？杜小姐，你是不是失心瘋了？我女兒所在的孤兒院根本就不是當年事發的福利院。他都認識張志成了，說明他當年就在案發現場。一個12、13歲的女孩，會因為什麼事兒出現在案發現場呢？杜小姐，你想說什麼？該不會當年張志成去花河，就是悄悄去見你的吧？你給我你笑什麼？我笑你啊。杜小姐，你想說什麼？你想說
我也被侵犯過，就算是真的，那又如何？你承认了，你被侵犯过。就算我承認了，那又怎麼樣？夜空，像你這樣的人，居然還想悄無聲息地混入我們的圈子，居然還想風風光光地嫁給溫粲，簡直滑天下之大稽！你怎麼還敢理直氣壯地笑？你們真的太好笑了！為什麼一副抓到我把柄的樣子，還要對我露出如此同情鄙夷的眼神？就算我真的被侵犯過，就算我是那些孩子中之一，我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為什麼？我的意思是，你沒資格嫁給溫粲。沒資格？那杜小姐告訴我，被侵犯過的人應該怎樣活着？像老鼠一樣，夾着尾巴，不肯冒頭？還是一輩子躲躲藏藏，藏着秘密，永遠躲在陰暗的地下室？沒錯，你們這種人就應該這樣。杜小姐，我告訴你，如果是我不但不會躲躲藏藏，我還要讓犯罪者的名字在世人的記憶裡腐爛發臭，死也不得解脫。葉三小姐這麼有毒呀！我敢告訴大家我被侵犯過，那在場你的同類們，有誰敢站出来說他與當年的事有關？誰敢？請我在直播。温粲，快點，不要再播了！這位杜小姐，你不講道理啊！之前是你說人家葉小姐，可沒見你要關直播呀。你自以為罵到人家弱點的時候，就恨不得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但是輪到別人揭穿你的醜惡面目的時候，為什麼就要關掉呢？就是這也太不要臉了！你們落井下石！杜小姐，你看，沒人敢站出來。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你很得意嗎？夠了，葉三小姐，今晚是我们杜家不知分寸，你也別太得意。您今晚惹出的麻煩，可遠比杜家凶險重大了很多。我等着看你怎麼脫身。走。夜空，我告訴你，今天之後你就會變成整個城市的眾矢之的。別得意的太早了，溫家不會放過你的，你就等着完蛋吧。夜空，放心吧，你做得很对。好了，公后，时間不早了，咱們回家吧。寶珠，你忘記了，我才是媽媽呀！媽媽在這裡。媽救我！別碰我！寶珠，離我的寶珠遠一點！你這個人販子！葉夫人這是還拿葉寶珠當自己女兒呢，這下葉家又熱鬧起來了。我不覺得葉空能接受葉寶珠的存在。不能容忍又怎麼辦？葉空啊，今天得罪了現場許多人，要不是葉家，恐怕他怎麼死的都不知道，還不是捏着鼻子認了。說，這段時間你到底藏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我們之前到處都找不到你，而你偏偏在這個關頭出現？我是杜小姐帶來的。我是在問杜若薇之前，肯定是有人把你藏起来了，不然就憑你，怎麼能隱藏行蹤，讓我們所有人都找不到你？我只是回了之前住的療養院。潘芳，到底是誰出的錢？誰把你藏到了療養院？我說了，就憑你是絕對不可能的。是你？对，
是我把他藏起來的，是我把潘芳藏了起来。怎么可能啊？空空，你在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来找你们爆料是为了要钱治病，可你们一听到他的说法就立刻把他赶走了，所以他就后悔了。于是他立马回到了花河，找到了我，想要让我離開，好讓他的寶貝女兒葉寶珠繼續待在葉家。可我怎麼會聽他的？所以我就把他關到療養院了。那杜若薇怎麼會找到他的？準確來說，先找到他的不是杜若薇，而是張志成。李家想要借刀殺人，於是故意將消息透露給了杜若薇，好讓你們以為這一切都是杜若薇計劃的。李家的人太過分了。不過將潘芳消息告訴張志成的是我。啊，什麼情況啊？你把消息告訴杜若薇啊？空空，你知道杜若薇會幹什麼？我知道，我故意的。你怎麼能這麼做呢？姐姐，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呀？我說過，我不會跟你搶的。為什麼要讓這個女人來找我？你是想要我得病嗎？你是想要我死嗎？我就是要這麼做。你夠了，媽。空空，我們先回家啊。哎呀，葉夫人也不要太生氣了，誰家還沒有個不懂事的孩子呢？不過也是，像你家這麼不懂事的孩子，一出就出2個，這下你可該頭疼了。我為什麼要頭疼？秦夫人，就像你說的，誰家還沒個不懂事的孩子呢？你家不是也有一個不要臉的秦冉秋嗎？我家冉秋再不懂事，也不像你家的2個女兒，就是個瘋子，一口氣得罪了這麼多人。我看他呀，以後在豫州城還怎麼待得下去？你，哦對了，偏偏2個女兒吧，還一副水火不相容的樣子，就是不知溫柔大方、貴婦楷模的葉夫人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是啊，你會怎麼選擇呢？媽媽，你別不要我。放心，寶珠，2個都是我的女兒，只要是我的孩子，就誰都不能碎嘴。空空，今天的事兒，咱們回家再說，好嗎？你在說什麼呢，葉夫人？你還當自己是我媽？你喝多了，在做夢嗎？空空，你說什麼？剛剛明明已經說過了，何必再重複一遍呢？空空，媽媽知道你今天晚上情緒波動很大，或許你也很生氣，但是不管有什麼矛盾或者不高興的，我們都先回家。葉夫人，我看生氣的人是你吧？你剛剛聽到我說那女人是我帶來的，你不是很生氣嗎？我看得出來，你很不滿。我沒有。姐姐，你不許這樣和媽媽說話，這一切本身就是你的錯呀。要是有什麼不滿，你可以衝我來。好啊。這你到底幹什麼？你不許動我女兒！潘芳，你找死！葉寶珠，你哭什麼？不是你讓我打你的嗎？扣扣，你夠了！葉寶珠，你看懂了嗎？就算以後你依舊是葉家的女兒，在葉家，我依然可以想打你就打你，想罵你就罵你。你胡說什麼？我的意思是，就算我像今天這樣把你打得頭破血流，在葉家，
依舊沒有人敢說我一句不是。要不，你來當我的專屬出气筒吧？不要，不要！你要是答应的話，我可以依舊讓你留在叶家。叶空，怎么了，叶夫人？你生气了？要不你報警吧？如果你不報警的話，我就每天都打葉寶珠一頓，讓他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給我下跪磕頭，最好再狗叫幾聲。葉夫人，你想做什麼？葉夫人，你想打我？你瘋了？疯了的是你！我知道你对我对宝珠有很多的不滿，但是你现在这個樣子，完全就是性格有問題。你不能這麼極端、這麼偏激的活着。葉夫人，我看你才是真的瘋了。我開玩笑的。什麼？我幹嘛要打他？還每天都打一頓，費力死了。再說了，我又不缺狗。他又不是重要的人，怎麼會影響我的情緒？我的意思是，從此以後，我與葉家再無瓜葛。空空，你不要賭氣，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不滿，可是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回家慢慢說，不要在別人面前。家？誰的家？你已經做出選擇了，怎麼能說葉家是我的家呢？我沒有選擇。是啊，你沒有做出選擇，可這的確已經是你的選擇。方女士，我告訴你，什麼都想要，只會什麼都得不到。空空，你不要這樣叫媽媽，我知道你的不滿，可是寶珠也是我養了20年的孩子，就算你沒有辦法和她相處，你也不能斷絕我和他的關係呀。是嗎？如果你真的不能理解，我可以把他送出國，待上幾年，甚至更久都可以。等到你成熟了，等到你理解媽媽了再說。不用更久以後，我現在就能理解你。我甚至認同你是一位好媽媽，不過是葉寶珠的好媽媽，不是我的。我是你的媽媽。可惜的是，每一次我做出讓你不能理解的行為時，我都在明確地告訴你必須放棄葉寶珠。可你的選擇是無視我，甚至理所當然地無視我對葉寶珠的排斥和厭惡。不是的，你為我所做的這一切，只要我想要，這世上多的是人會為我做，有什麼可稀奇的？對，你居然試圖讓我跟一個偷走我身份的髒東西生活在一起。方女士，你還真是貪心啊，怪不得你養大的葉寶珠跟你一樣，臉厚如牆。不是這樣的。葉空，你不能這麼跟你媽媽說話，你太過分了。你還是閉嘴吧，葉總，你有什麼資格教訓我？你知道我剛來葉家第1天的時候，你跟我說過什麼？你說要想成為你們的家人，就必須自己努力。我難道說的不對嗎？我當時在想，這個人也太可笑了，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他覺得自己那麼高高在上？我葉空可不是來葉家乞討。你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空空，你跟媽媽回家，媽媽會慢慢教你的。媽媽，方女士，你憑什麼以我媽媽自居？你有養過我1天嗎？這20年裡，你在享受着母子女孝、幸福日常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在花之河孤兒院做一個無父無母、被人欺負的孤兒。你跟我說什麼？要等我長大了，成熟了，懂事了，再來跟你的好女兒姐妹情深，做你眼裡的乖孩子。空空，你不要這樣。方女士，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特別為難又特別偉大？你一定要這樣對媽媽嗎？你真是在挖我的心。這就是在挖你的心了？那你的心未免也太脆弱了。你真該去試試我的生活，哪怕是在孤兒院，像我這種古怪又孤僻的小孩，也是最底層的，被孤立是日常，
被罵怪物野種是基本，被拳打脚踢也不奇怪。夜空小时候竟然过得这么艰难。跟我们回家，我和爸爸会补偿你的。哼，哎，不要对我露出这樣心痛的表情。你是第一天知道我在孤兒院生活的嗎？為什麼現在才覺得心痛啊？空空，我說這些就是為了告訴你，我從不欠你什麼，所以你千萬不要沉浸在自己那種被傷害的慈母劇本裡。哦，對了，我從不喜歡欠別人什麼，這些是我剛來豫州時你們給我的，現在還給你。空空，把卡收起來。不需要。空空，你不要再說氣話了。是啊，姐姐，你不要再賭氣了。沒有了爸媽，你在豫州該怎麼立足啊？而且跟溫家的婚姻也是建立在我們葉家的基礎上的。我和夜空的婚約根本就不是因為你們葉家的份上才答應。我早就說過，我是真的喜歡夜空這個人。我們的婚約不會因為夜空不是葉家的人就取消，就像不會因為你是葉家人就會承認之前那段婚約。溫強哥哥，葉寶珠，那這裡還有一張你們家的卡。姐姐，就算你要離家出走，身上也該有點錢才行。等你這段時間過去，不生氣了，爸爸媽媽就會把你接回來的。珠珠，你放心，我不會回來的。至於這張卡嘛，你把我當成跟你一樣沒有父母兄弟就活不下去的可憐蟲了。姐姐，豫州的消費水平跟其他城市不一樣，你在葉家的衣食住行已經是普通人夠不上的奢侈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身上還是留點錢吧。你真把我當成沒用的窮光蛋啊！這張卡你認識嗎？這是存款2000萬才能擁有的無限黑卡。多少？2000萬呀！你怎麼會有啊？這麼多啊！這是我自己的，可不是你爸媽給的。還有這張，是5000萬才能辦的俱樂部至尊卡，我13歲的時候就辦了。不可能。還有這幾張，是我15歲的時候，大概因為賺了太多錢，一口氣就辦了好幾張。不可能，不可能。還有這張，是我剛來豫州的時候簽了一單生意，賺了6000萬。哇，這麼多！厲害，真是厲害！真厲害呀，這麼厲害！怎麼可能啊？這些錢，我給他的2張卡早就被他扔了。哥哥，那些錢是哥哥給你的。真是奇怪啊，你有這麼不能接受嗎？還是葉寶珠小姐覺得自己賺錢很難，可我卻覺得超級簡單啊。說到這裡，我就不得不表現一下我的吃驚了。你們這些拿着豪門頂級資源培養出來的二代們，怎麼都是一群令人髮指的廢物啊？還趕不上來自花河的我的腳後跟呢。看來在豪門生活也不怎麼幸福嘛。我說的對嗎，葉寶珠小姐？我不會再回葉家了。豪門千金，葉家3小姐的身份，你要喜歡你就拿去好了。我原本就是衝着愛來的，可你們沒有通過我的考驗，你們出局了。夜空，你怎麼能這樣說呢？至少媽是愛你的，她至今每天都會研究你的菜譜，你的畫室也都由她親自打掃，從不許保姆踏入半步的。葉真，你覺得這就是愛嗎？那你們的愛未免也太廉價了。你不知道是我被騙了，是我在追逐一個不可能得到的東西，還是你們強迫我把敷衍的感情當作是愛？方女士，葉先生，我們作為家人的緣分就到此為止了。如果不想發展成孽緣，希望以後不要再來找我。各位抱歉，剛才如有冒犯之處，還請各位原諒。雖然我知道我說的都是真話，
但上流社会嘛，體面最重要。為了讓大家心裡都舒服點，我敬大家一杯。我知道你們也不希望再見到我，我也彼此，那就祝願大家願望都成真。再見。叶公，你真不打算回叶家了嗎？我不講廢話。那你的話和你的畫室呢？我會找人來取的，到時候還請開一下門。那些花呢？那可是爸爸精心挑選，一株一株種下，一天一天照顧才長起來的。你不是很喜歡嗎？喜歡也不代表什麼，那些花也不算什麼，你愛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寶珠，對了，這位潘女士，我記得你還欠我一大筆醫藥費呢，那這筆錢是葉家幫你還，還是你的女兒幫你還？不，我沒有。再附贈大家一個小秘密吧，其實在2年前，這位潘女士就已經找到我，她說在找我之前就已經去找過她長在豪门裡的亲女兒。沒有，只可惜啊，這位葉寶珠小姐是個白眼狼，不肯給她醫藥費。這位白眼狼小姐在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後，有沒有去做親子鑑定，又有沒有知道自己的身份，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你胡說八道，叶空，你胡說！既然你2年前就知道，你為什麼不來禹州找我們？連自己的妻女兒被換了都不知道的父母，對我來說也可有可無。現在也只是證明了我這一觀點。寶珠，他說的是真的嗎？你2年前就見過這個女人？我沒有，媽，你相信我。如果我真的做的話，怎麼可能一點痕跡都沒有啊？我沒有做過親子鑑定，我這2年的行程都是可以查的。我没有做過親子鑑定，我這2年的行程都是可以查的。对，叶空胡說八道，我2年前可沒去找過寶珠，我只是去花河找了她，而她一點都不稀罕你們葉家。好了，咱們先回家，有什麼事兒以後再說。媽，今天的事情鬧大了，我爷爷点名要见我，你緊張嗎？有什麼好緊張的？我們進去吧。來，走一個。葉小姐來了，那就入座吧。你們2個來的可真是時候啊，正趕上飯點兒。要是早來一步，可什麼都沒有。確實挺好。那就讓我們聊聊你們倆的婚約，看怎麼才能解除。不用聊了，我不会解除婚約的。阿燦，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你和這個葉小姐解除了婚約，那你還是溫氏集團的繼承人，誰也無法撼動。否則，那我可要更換繼承人了。爺爺，您說要更換繼承人，您說的真的？當然是真的。我是不會解除婚約的，我早就無意這繼承人之位了。您不會還對我這個殘廢抱有期待吧？葉小姐，那你呢？如果阿燦他不再是溫氏集團的繼承人，你還願意和他訂婚嗎？如果老爺子您有仔細聽過杜家宴會上的事，您就應該知道我葉空不缺錢。如果您執意要將溫燦趕出家門，我願意養他。您孫子還算有用，我不介意的。爺爺，您沒事吧？葉空，還不趕緊給我爺爺道歉！阿燦，我再問你最後一遍，你是打定了主意要和這個女人在一起？是。從今天開始，不，從現在開始，溫氏集團的繼承人不是你了，而且從今往後，溫氏集團的一切權利你無法享用。現在，你給我滾出溫家！好的很，那溫燦我就帶走了。叶空，這是你的房子嗎？沒錯，這是我剛來豫州時買的房子，我們暫時就住在這裡。
該不會是感冒了吧？感冒？家裡有藥嗎？应該有，一會兒吃點就好。倒是你天天坐輪椅，也不怎麼運動，身體素質應該也就那樣。你怎麼一點事兒都沒有？也就那樣。天天坐輪椅居然有胸肌，硬邦邦的。我只是想向你證明，我的身體素質還是不錯的。雖說已經不如以前了，不過我的肌肉是通過鍛鍊出來。我喜歡健身、游泳、滑雪、網球，我會很多體育項目。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你是在挑釁我嗎？我只想告訴你，我不是什麼白切鸡。其實就算是也沒什麼關係，你知道的，像我這種跑400米都可能會隨時暈倒的人來說，你這身肌肉有點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那你還摸？我會害羞臉紅的。可你看起來一點也不害羞，我總覺得你跟之前不一樣了。哪裡不一樣？臉皮變厚了。因为我想以男朋友的身份向你索取一些我需要的東西，所以我的臉皮需要變厚。你需要什麼？比如現在，我需要一個吻。好久不見啊，杜若薇小姐。沒想到這次杜家派來談事情的人，竟然是你。廢話少說，只要你們能做好一件事情，杜家和溫家所有的合作，我們願意讓利90%，讓你在溫家掌權人的位置上坐穩。這麼大方，什麼事兒？說來聽聽。讓夜空和溫燦相看兩厭，徹底分開。為什麼？我們杜家說過不會讓夜空有個好下場，這只是第一步，只要你們做到了，剩下的我們杜家自然會履行承諾。至於其他的，你們沒必要多問。杜家跟我們的合同是看過，亮他們也不敢耍花槍，但夜空和溫燦的婚事和杜家對付夜空有什麼關係啊？別想太多，就按杜家要求的做就好。反正我也不想夜空嫁入溫家，那小丫頭動不動就打人，完全是下腳流養出來的樣子。更何況能把他們兩個人拆散，還能拿到90%的利潤，我們沒有理由不做呀。您說的對，只是他們兩個關係這麼好，怎麼才能讓他們兩個真正意義上的解除婚約，從此分手呢？阿蓮，你有什麼好點子嗎？堂哥是很完美，可惜他雙腿是個殘廢。如果這個時候能有一個和堂哥非常相似但又身體健全的人出現，夜空還能維持自己對他的感情嗎？不過阿燦可是我們溫家萬里挑一培養出來的，想要找出跟他相似的人，恐怕不好找吧。您放心，這個人我已經選好，雖然肯定比不上堂哥，但演技足夠好。他叫樂月，是一個剛入行的年輕演員，沒什麼知名度，但演戲特別好。他的母親病重，只要我們給他足夠的錢，他就一定會聽我們的。好，就他了。根據你的點子啊，我都想出來該給阿燦找一個什麼樣的女人了。堂哥那兒我一直找不到什麼突破口，畢竟他對女人一向不感興趣，還請大伯賜教。很簡單，找一個跟他媽媽相似的就行。和他媽媽相似？你去數學系找一個女學生，越是優秀越是出眾才好啊。對了，最好啊還要有點童心，愛看漫畫了。還得是大伯您吶，您看宋之旭行嗎？夜空學校裡的大學生和溫燦的媽媽還有點師生關係。可以，阿燦這邊的女人啊，可得好好培養，不能讓她看出任何端倪。您放心，大伯，交給我。都說虎毒不食子，我這個大伯卻刻毒了六親不認。當大伯就好，我可不想給他當兒子。
抱歉。沒關係，你沒事吧？來處理一下衣服吧。啊，謝謝。去商業街給這位先生買一件新衣服。好的。另外，你身上这件我也会賠給你。不用多餘賠償了，衛衣本來就不值什麼錢，有新衣服穿就行。好。先生，看您身高，給您買了大號。謝謝。啊？我在哪換衣服呀？你就在這換唄，反正又沒人看。啊？或者你想去那下面換也行。啊。差點忘了，甲方給我的任務是勾引這個姑娘。刚才撞到你，我也有責任。這顆糖送給你當賠罪，好不好？行，我收下了。那我們可不可以加個聯繫方式？唉，這女孩難度還不小啊。碰瓷的手段還真低級啊。這個地方的環境是在我的學校，先是找人碰死我，又給我發溫餐跟別的女人的照片，真是低級防釣魚手段。但我心裡的確有些不爽。你在哪兒？來了。我就知道你会来，买了你喜歡吃的蛋糕，你最喜歡吃的口味。現在不餓，一會兒再吃。杜家說這個教室有我母親的遺物，我才過來。為什麼裝作沒有看見我？你就是溫餐的女朋友？問別人的身份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把自己的身份報一下？這是人的基本禮貌，不是嗎？哼，少跟我胡扯！你是想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嗎？你想裝傻？我只是在想如何應付一個犯蠢而不自知。你罵我？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你知道我在數學系的排名嗎？你知道我每年要參加多少次比賽，拿多少次獎嗎？他叫什麼名字？宋之旭。倒是和自己名字完全相反的人，自願被人當槍使。我才沒有被當槍使。夜空，你看見那些照片難道不會吃醋嗎？你未婚夫都劈腿了，你也劈腿了別人，和別人在咖啡廳裡不穿衣服拉拉扯扯。你別理他，我根本……我沒有劈腿。無論這個世界或我們本身如何變換，只要你還是我男朋友，我就不會對別的男人產生一丁點興趣。無論是物理意義還是精神意義，在我的眼裡，全世界只有一個溫餐。你會信我說的話嗎？當然了。這明明都是些花言巧語，你昏了頭啊！要是池老師知道你這麼容易被女孩子騙，他肯定會傷心的。池老師？怎麼，你也認識池老師？我未來婆婆，我怎麼會不認識？你好不要臉！池老師現在要是活着，他肯定不會喜歡你的。不喜歡我喜歡誰？你嗎？管你在陰陽怪氣些什麼，池老師的確很喜歡我，要不然我怎麼會有那麼多池老師的舊物？我就是因為我母親的舊物才來找到他。杜家派你來拆散我們，是告訴你我不是良配。你害怕你池老師唯一的兒子被糟蹋是嗎？你知道就好。雇你來做這件事的人和我有很大的過節，你知道嗎？什麼？宋小姐，我很感激你能將我母親的遺物拿給我看，不過剩下的事情不是你能參與的。你會不會被他給騙了？沒有，我和我的未婚妻有重要的事情要談。你宿舍裡我母親留下的那些舊物，如果你還願意讓我讀的話，隨時可以聯繫我。隨你的便。
在想什麼？我在想，你需不需要安慰？那个女人长得和池女士有幾分像，氣質也有點像。如果不是她一開口就暴露了幾乎為零的情商，我估計也許也會對她有一些在意的。看來你那邊也遇到了這種事。人家還給了我一顆糖呢，一邊找男人來勾引我，一邊用女人的照片告訴我你劈腿了。他們這麼做只會達成一個目的，那就是使我們兩個人互相猜忌，最後徹底分開。你說杜家這麼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顯然就是讓我們分手，準確些就是讓我們解除婚約。我們不如將計就計，看一看杜家接下來的舉動是什麼。可你不是在訂婚典禮上已經有所計劃了嗎？計劃都可以提前的，我已經準備得非常充分了，只要人氣，無論是什麼宴會都可以。溫柔的生日要到了。是的，沒有我這個壓在他頭上的大山，身上又有一個這麼大的功勞，爺爺一定會舉辦一個盛大的生日宴會。在這個生日宴會上，他一定能收穫一個巨大的驚喜，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那就這麼說定了，我們就假裝按照他們的計策分手。為了逼真，我先回花河縣。那個叫宋之旭的女人不太聰明，但是她很在乎你的母親，應該會幫你保守秘密。吃醋了嗎？不行嗎？當然可以，我很高興你能有這樣的情緒。阿燦回來了，阿郎，快叫哥哥。大伯，我害怕，這個哥哥的未婚妻，他欺負文蓮哥哥。別亂說話。爸，阿燦回來了。你離家這麼久，我還以為你斷了腿，也斷了親情，從此往後就這麼脫離了溫家，不認我這個爺爺，也不認你這個爸了。爸，您說的這是哪兒的話呀？離開飯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帶阿燦轉轉。溫柔，你想和我聊什麼？阿燦，爸爸只是想跟你好好聊聊。阿燦，你還記得這張照片嗎？這是你18歲那年，你跟你媽媽為了給我慶祝生日，在雪地裡堆了一座冰做的城堡。當時你媽媽被凍得瑟瑟發抖，雖然戴了手套，但是還是把手指頭凍得跟蘿蔔似的。你們都衝我笑，我一直都記得，我永遠都記得。我真的好想你媽媽。阿燦，你說他是不是已經投胎啊？你想他嗎？想啊。爸，你要下去陪陪我媽媽。爸，你要下去陪陪我媽媽。看我，你好不容易回來一趟，我還傷感了。你媽走後，爸沒有照顧好你。半年之後，你媽一定把我罵得狗血淋頭了。阿燦，你什麼時候搬回來住吧？爸爸保證還會像以前一樣，我抽空就帶你出去玩，給你做飯。等我休假的時候，我們一起去出海，怎麼樣？
真是讓人想吐。温柔拥有了最求之不得的权利和地位後，突然觉得亲情也是好東西，是最大的对手，終於成了廢人，才突然想起這個廢人還是自己的兒子。阿燦，你笑什麼？我就不搬回來住了，我一個人住慣了，回來要看別人的眼色。誰敢給你臉色看？你是我唯一的兒子，你是這座莊園的主人，誰敢給你臉色看？你就將他打出去！阿燦，爸爸好久沒見過你笑得這麼燦爛了。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是啊，一切都會好的。到時候，咱們父子倆一起在你媽媽墓碑前堆一座大大的城堡。你還有臉提媽媽？太惡心了，實在是太惡心了。爸，我去打個電話。那爸在大堂等你啊，跟爺爺一起在大堂等你吃飯啊。不用等了。把温莲和温家其他人偷税漏稅，温荣为了权力制造車禍，要害死自己的妻子和親子的事情，發到網上公布於眾。是，先生。對了，還有溫蓮是溫柔和自己嫂子偷情得來私生子的事情，我要讓整個宇宙都知道。阿燦，就等你了，宴會馬上開始。看來今天這宴會是開不了的。哎呀，怎麼回事啊？文燦，怎麼回事？你做什麼？我只是將各位違法犯罪的證據交給警察罷了。阿燦，你這是要毀了我溫家！是你們溫家人自己毀了溫家。這一定有什麼誤會。鬆開！文柔，有人舉報溫家偷稅漏稅、買兇殺人，現在請各位回去跟我們配合調查。放開我！你們聽我解釋！鬆開！文燦，你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從你當年買兇殺人、設計車禍要害死我媽和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期待着這一天。你根本就沒有殘廢，你都知道了。我本來只是想讓你殘廢，讓你把溫家繼承人的位置讓給我而已，我沒有想害你媽。這種話留給警察去說吧。文燦，說好在花河縣等我，你怎麼來了？我覺得我好像學會了一點愛，因為當看到雪的第一秒，我就想到了你，我就來找你了。我很開心，因為這是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愛是一件這麼浪漫的事。溫燦，我開始喜歡下雪了，你也要喜歡。好。你知道這所學校嗎？知道，我外公退休後在這混過2年。
是嗎？哪一年？很多年前，具体是哪一年我也记不清了。我偶然会突然觉得你看起来有些眼熟，我的確見過你吧？那應該不是我的錯覺。所以，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你曾經以什麼身份出現在這裡啊？義工。我和我媽媽曾經幫老爺帶過課。你見過我？什麼時候？很多年前。你當時上課就很愛睡覺，唯獨有一次上課沒睡，對着窗外發呆。就是那個時候，我記住了你的樣子。那你是什麼時候想起來的？為什麼不告訴我？不久之前我們沒有交集，你不記得我，我也不記得你。那現在呢？你想起來那時候我是什麼樣子的？個子吧，不高。营養不良的樣子，學習不好，很沒禮貌，連對老師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對學習也沒什麼興趣，沒什麼朋友，比較孤僻，身體不好。不過是我見過最漂亮、最可愛的女生。我媽也這麼覺得，不過她已經不在了。那她葬在哪裡？我能去看看她嗎？如果只是说墓碑的話，他葬在溫家的家族陵園裡。怎麼葬在那兒？怎麼葬在那裡？搞得跟封建世家似的。是這樣的，為了保持家族的長盛不衰，溫氏家族很講究，每一個人墓葬的地址，甚至頭顱的擺放朝向。媽媽的八字據說不錯，既旺夫又旺家，所以被葬在家族核心的位置。只是墓碑的話，那意思是還有真正的墓地？在花河，我花重金買通了陵園的看守，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打開了我母親的墓。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是溫柔害死了我的母親。當年我爺爺想直接立我為繼承人，溫柔心有不甘，他制造了車禍，想要導致我殘廢，喪失繼承人的位置。然後呢？他沒有想到，那個車裡有我的母親。我母親以死護住我，所以是溫柔害死了我的母親。我不可能將我母親留在溫家。所以你就直接把她帶到了花河？沒那麼簡單。我沒有理由去花河。我將母親的骨灰藏在書房大半年，直到過年要去拜望外公的時候才能帶上。沒有人發現嗎？在溫家這種20步一個保姆、50步一個保安的地方，想藏一個不小的骨灰盒，着實沒那麼容易。你想見我的媽媽？其實你早就見過了。那你媽媽？這就是我的母親。當年我正式帶她去花河下葬的時候，拿她的骨灰做成了這個項鏈，隨身佩戴。此後爺爺和溫柔跟我談戲，每個人都在她面前走過、坐下、說話，甚至流淚。溫蓮她甚至哭了。她說一直把我的母親當成是自己的親生母親。你說我媽會怪我嗎？不會。你別安慰我啊。其實我母親是一個特別講究入土為安的人。她要知道我把它做成項鏈戴在身上，一定會揍我的。她……不過沒關係了，她也揍不到我。就當是我遲來的叛逆期吧，等到以後她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等以後什麼？
以後等我七老八十的時候死了，腿脚不方便，跑不动了，就任由他走。怎么这么突然？爸妈，这是……爸，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干嘛？有什么重要的事非得当面说？是关于空空小时候在孤儿院的事情，你们都好好看看。这是空空。这个满身是伤的孩子就是叶空。叶空性格孤僻，在孤儿院被孤立，把他的床整个都弄湿了，空空根本就没法休息。他想反抗，可是换来的是其他孩子对他变本加厉的报复，还把他的饭盒也给砸碎了。叶空的身上怎么这么多颜料？是欺负他的人画的吗？这是什么？空空为什么会被埋进土里？这个是当时孤儿院最流行的一种游戏，他们把空空当花儿一样埋在土里，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怎么会这样？爸，空空现在在哪里？我要找空空，我现在要去找空空，我要把他接回家，我会好好的补偿他的。他现在在花河，我今天把你们叫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就去找他，走，走。又是你，叶空，你怎么不去死啊？空空，你別走！以前你在孤兒院受的苦，媽媽都知道了。你跟我們回家吧，我們會好好補償你的。至於寶珠，我們會讓他給你道歉的，只要你願意回家。家？那不是我的家。至於葉寶珠，想必我說的還不夠清楚吧？他可不是會聽你們話的乖孩子。姐姐，我會跟你道歉的。你為什麼就是不肯原諒我？為什麼？那我就來告訴你為什麼。我去找過他呀，他叫寶珠，他過得好，都是多虧我這個媽。可他呢，找人打我。為了他的榮華富貴，不肯認我，不認我也行啊，哪怕給我點錢去治病。不，這不是我做的。他巴不得我死，可我偏不死。我為了他受了那麼多苦，總得拿點好處吧。他要是真的不讓我活，我也不能讓他過得那麼好。不是真的，都是胡說八道。這是哪來的錄音？趕快給我關掉！完整的錄音我會交給警察。現在，你們可以離開了。等等，空空，你聽我說，媽，你救救我，我不能離開你，不能離開葉家呀！真是一出好戲啊！葉寶珠，當你在葉家當公主的時候，我的女兒在哪裡？你在葉家有父母寵愛、兄姐照顧的時候，我的女兒在哪裡？你吃喝不愁，在上流社會享受人上人生活的時候，我的女兒在哪裡？媽，我就是你女兒啊！你只是一個鳩佔鵲巢卻不自知的贗品，你不是我女兒。媽，你相信我，你養了我這麼多年，我的性格你是最了解的呀。
我从不了解你，我只是被你给骗了。我从不了解你，我只是被你给骗了。比电视剧要好看，毕竟再狗血豪门伦理剧，也演不出这么精彩的戏。人在狼狽的时候就是这樣，明知自己狼狽，也還是要繼續演下去。公公，媽媽錯了，媽媽大錯特錯。我從開始知道真相的時候，就不應該讓他住在葉家。是媽媽太貪心了，我不指望你能夠原諒我，但是你至少不要恨媽媽，好不好？哪怕要等10年、20年，我都會加倍努力的對你好。思婉，葉安川，你什麼意思啊？你是不是不想我和葉公把關係變好？你還想不想這個家好了？夠了！這種難看的戲碼，你們到底還要演到什麼時候？方女士，你是不是以為只要把葉寶珠趕走，就能證明什麼？不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剛來豫州的時候，就可以把錄音放給你們聽。是啊，為什麼？你明明有錄音的，為什麼？人總是在選擇中表現本能，我想要的是出自本能的愛，而不是在說服自己後才不得不應該展露的愛。我可以的，公公，我可以。方女士，你需要葉寶珠是一個惡人，這樣你才能毫不猶豫地選擇我。可如果她從頭到尾都毫無錯處，你還能指着她說她不是你的女兒嗎？能的。醒醒吧，你不能，而我也不需要這樣廉價的愛，遲來的深情比草賤。以後不要再出現在我面前，否則我會恨你的。公公，你別走！你別走，媽媽錯了，公公。我們從一開始就錯了。爸媽，葉公他真的不會回來了。你擁有過嗎？那種全世界最愛你，只愛你，不管將誰和你放在一起，都會選擇你的愛。你擁有過嗎？有過。你說的這種愛，我的確擁有過。誰？我媽媽。不意外。據我觀察，這種感情總是出現在親人之間，所以我來到了葉家，但我沒有感受到這種獨一無二的愛。人為什麼可以不計較代價的去愛另一個人？全世界只愛一個人的感覺到底是什麼？你有經驗，能跟我分享一下嗎？就像是在泡溫泉，全身暖洋洋的，隨時隨地都能睡着，有一種無處不在的安全感。安全感？就像無論在何時睡着，都會有人叫你起床，吃熱騰騰的早餐。原來是這樣，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愛。葉空，無論何時，我都會站在你這方，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愛你、只愛你。無論何時，都會選擇站在你這方。我好像感受到了這種愛，就好像活着很好，這個世界也很好。
힘들게 했고 눈물로 살게 했던 미안한 마음 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하지만 난 말야 너의 밖에선 살 수 없어 내겐 너 하나로 물든 시간만이 흘러갈 뿐